美国军事新闻网站动力就注意到，央视近日播出的一段新闻中有解放军双体无人机训练舰的镜头。相关报道的新闻标题提到，海军某试验训练基地，证明该舰已经加入解放军行列。动力军事新闻网评估认为，这艘双体无人机训练舰的模型曾于2021年在珠海航展公开亮相，被称为无人机航母。其前方的大型开放式甲板可以起飞和降落5架小型串联旋翼无人直升机。此外，动力还注意到，解放军发布的视频属于2艘不同的双体无人机训练舰，其中一艘甲板上有用于直升机起降引导的 H 字幕标记，另一艘则没有。这意味着这款双体无人机训练舰已经批量装备中国海军部队。中国对于无人机的应用，以及在它作战中的应用前景，包括使用方式，正在做大量的探索和创新性的思维。其实我们看到新闻中这种所谓的无人机训练舰，应该就体现了这一种。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讲，如果能让某一个类型的无人机集中使用，集中在某些这个水面平台上装备，就意味着它可能可以在这个海空作战中承担某些独立的任务。分析认为，这款双体无人机训练舰是南京长风综合电子试验舰博沙号的正式版本。2021年5月，媒体就报道了博沙号下水的消息。当时的报道表示，博沙号是通过模拟敌方的无人机群以及其他类型的威胁，可以在训练演习中模拟敌人电子系统的平台。动力猜测，这艘双体无人机航母能在广阔的区域内，以相对较低的成本模拟无人机群、大规模反舰巡航导弹袭击和大规模电子战攻击，以及其他类型的威胁。这些能力对于演习和训练或支持研发、测试、评估等活动非常关键。动力在报道中指出，军用无人机是中美军备博弈的重点领域之一，中方取得了很多成果，尤其是在无人机群控制方面，广泛使用先进的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技术。博沙号舰岛的上方就配置了多个大型天线圆顶，推测是高带宽通信系统的部件。这系统用于控制无人机群。报道还指出了一种可能的战法，那就是小型无人机航母与大型水面舰艇协同作战，干扰敌方海上和空中的行动。无人机是传统战略的倍增器。实际上，美方近年来多次模拟应对联网的具有高度自主能力的无人机群的能力，包括电子战等内容。美军认为，沙盘推演的结果令人焦虑。美军认为，这种战法带来的新战力可能会改变游戏规则。印度《欧亚时报》近日报道了中美在高度自主无人机领域的技术博弈。报道指出，2017年至2018年间，中美先后刷新无人机蜂群集群飞行的世界纪录。最终，一家中国企业创造了200架固定翼无人机蜂群发射与协同作战记录保持至今。而这家公司去年年底发布的新视频再次展示，中国不仅掌握多项核心技术，而且日臻完善。上个月，中国电科智能院发布了大型无人机蜂群任务全流程试验视频。在短短的22秒视频中，曾在2022年11月珠海航展上公开亮相的蜂群1号陆战车高速驶过，不断有固定翼无人机从其中弹射起飞。随后的指挥中心界面还显示，大型无人机根据指令迅速组成各种队形，沿着不同的飞行路径行进。据悉，试验中使用的是 CH901 小型无人机，它的发射重量为9公斤，长1.2米。根据有效载荷的重量不同，最长飞行时间为40分钟至2小时。CH901 的飞行高度可以是100米，也可以是1.5公里，可以探测2公里范围内的目标。除了侦察之外， CH901 还可以搭载爆炸部，实际上就是一颗巡飞弹，可以接收地面控制人员的指令，打击10公里范围内的目标。从单机性能数据上看， CH901 无人机并没有特殊之处，但结合了无人机蜂群的作战能力后，就具备完全不一样的能力。大量低成本的小型 CH901 无人机协同对敌发动攻击是一种全新的作战模式，通过人工智能算法控制，通过实时动态编组、在线任务分配、集群协同突防的方式，给敌方的防空系统造成极大压力。实际上，在俄乌冲突中，俄乌双方的无人机都各自展现了惊人的能力。俄军的见证者136无人机多次突破西方援助的防空系统，而乌军的无人机也深入俄罗斯境内约500公里，破坏了一架图2战略轰炸机。而这些无人机都是单机作战，而无人机蜂群组作战则不仅数量倍增，还具有高度自主能力，威力不可同日而语。无人机蜂群技术意味着无人机的整个的一个大规模群体会具备一种自适应的智能判断、决策和任务分工规划的能力。而这个能力就要求这个整个无人机中每个个体之间的通讯联络
这个智能水平都会有一个前所未有的提高。截至到目前为止，这个业内公认这个难度非常大，而且它其中要求的算法、通讯的带宽，都对目前的人工智能提出了很大的挑战。但有一点我是相信的，就是中国现在从事人工智能研究的，无论是专业的还是一些这个商业企业，其实都在付出巨大的努力，希望能够在新的领域找到新的机会。无论是挖掘国防这个能力的潜力，还是挖掘商业市场的潜力，其实这个工作中国都在做。好，相关话题马上来连线特约评论员石红。石先生你好。台湾防务部门称，在跨年之际，解放军军机24架次在台岛周边活动，其中15架次越过所谓海峡中线。那您对此怎么看？这表明解放军震慑台独的行动已经常态化，不会因为节假日呢就暂停相关行动。而且解放军不断以实际行动表明，根本没有所谓的海峡中线。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解放军舰机在台岛周边活动，合情合理合法。台独势力呢一直想着以武拒统，并且不断和美国进行勾连，但是无论台独势力怎么跳，怎么挟洋自重，都不可能实现台独的迷梦。台湾地区军事实力呢和解放军差距越来越大，这不仅反映在武器装备的数量和质量上，还反映在体系上。美国不断对台军售，也不会呢在体系上补齐台湾地区军方的缺项。相反，随着时间的推移，台湾地区军方的缺项只会越来越多。解放军舰机在台岛周边的常态化活动，每次出动的艘次和架次呢都很多，充分说明解放军的战备程度很高啊，能够做到呢招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能胜。因此呢，台独势力呢如果继续蹦跶，最终的命运只有一个，就是被解放军的铁拳砸得粉碎。台媒爆料，台军有意在2024年从美国采购100套弹簧刀攻击无人机。那您认为这种说法靠谱吗？采购弹簧刀能让台军提升战力吗？弹簧刀主要有2种型号，一种是打击有生力量的弹簧刀300，另一种是打击车辆的弹簧刀600。台湾地区军方如果向美国采购弹簧刀，区100套呢是了胜于无，对提升战力是起不了多少效果的。美军曾在阿富汗战场大量使用弹簧刀，2012到2016年间，总计使用了4000多架，但对改变战局呢，没有起到任何效果。而在俄乌冲突爆发之后，美国到目前已累计向乌军提供了上千架弹簧刀，也没有让乌军赢得战术优势，作用还不如 M777A2 榴弹炮，更无法和海马斯火箭炮相比。西方媒体呢也很少报道弹簧刀，这不是因为弹簧刀有多神秘，而在于弹簧刀的战果太少，没办法吹嘘。现代高强度作战有明显的高消耗特点，台湾地区自己不能生产弹簧刀，别说其从美国采购区100套，就算采购上千套，也难以支撑较长时间的作战行动。而在战时，像台岛这样四面环海的地方，一旦被封锁，就无法获得弹簧刀的持续补充。台湾地区军队手中的弹簧刀只会越用越少，直至耗光之后束手待毙。台湾地区军方除了采购弹簧刀，还计划自己研发无人机。那您对台军所谓无人机战略怎么看呢？台湾地区军方的这些举动呢，说明其意识到了无人机在现代以及未来战争中的重要作用。但是台湾地区整体军工实力很弱，无力研发先进的无人机。要和大陆比拼无人机，台湾地区早就处于明显下风。近年来，大陆推出的无人机种类非常之多，每届中国航展上展示的无人机型号呢不下100种啊，而且很多无人机呢都已列装或投入军贸市场。在性能上，大陆研发的无人机已经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啊，有些无人机呢甚至还引领世界潮流，如无人7、无人8、飞鸿97A 等。在战术运用方面，大陆的无人机蜂群已经走在世界前列，尤其是智能化程度非常高。在战时呢，大陆海量的无人机会呛死台湾地区的防空系统。不仅如此，大陆的无人机蜂群、中程僚机等战法会打击对方任何的关键节点，破其网、摊其道、断其手，使对方呢根本无招架之力。而在反无人机技术领域，大陆的技术手段呢也多的是，而且很多呢已经变成现实了。在不久前举办的第14届中国航展上，相关企业就首次展示了全新的反无人机体系。针对无人机发现难等问题，
创造性的提出以多种探测方式来实施综合探测。在拦截能力方面，首次展示的 FK3000防空系统采用多对多拦截方式，能够对付无人机蜂群攻击。除了导弹拦截之外，相关企业还推出了网捕、激光等反无人机拦截装备。因此，大陆在无人机攻防领域呢，都是台湾地区远远无法相比的。台湾地区想玩无人机对抗，一点胜算都没有。好，谢谢石宏先生在线和我们分享您的观点，谢谢。